前两天 Google 的 Gemini 2.0 来了一次更新啊，现在可以用自然语言让它修图生成图片，就是一个全新的 AI 功能吧。这个功能其实在去年的下半年，他们的 AI 实验室里就已经在尝试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会给大家展示几个使用场景，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怎么样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小小的帮助和启发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各位可以来到我的博客里找到这篇博文，或者是在我的视频简介里找到这个链接。在使用方法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访问 Google AI Studio， 点击进去，我们尝试登录一下。登录之后呢，就是这样的页面，我们擦掉，勾选一下这个协议，下面这个就不需要了。下面这个如果你勾选上的话，会往你邮箱里不停的发送邮件。好，在右方选择这个 Gemini 2.0 Flash， 后边有一个 IMAGE 图片生成。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官方演示，先看第一个。这里的例子是说往牛角面包上撒点巧克力，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的。那我们试着追问一下，我们让它换成番茄酱，我们可以看到撒了一些红不拉几的东西，看起来有点恶心，因为有点像虫子。接着看一下第二个问题，这是一个故事。那可以看到它这个一致性还是不错的，这个小羊羔长得都是一个鸟样子。我即使看不懂英文，我也知道它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。一个羊羔跑了出去，然后来到了一片菜地，这里有一个长得像辣椒的番茄，它呢是打破了第四面墙与我们对视。但是我想提醒这位小羊羔的是，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着你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官方例子，是生成一个生日卡片，看起来还不错。我让它把花朵变成玫瑰和菊花，文字呢没有变化，然后换成了玫瑰、菊花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些具体的例子，以及一些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。首先，我在网络上找了一个黑白漫画，我们把它复制一下。我这里让它给图片上一下颜色，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回复。好，这里生成失败了，被拒绝了。这个问题你去使用的时候会经常的碰到，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简单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编辑，或者呢你可以在右边这里有个高级设置，然后去编辑。这里一共有5项内容，前4项默认情况下都是不阻止的，而第5项默认是阻止的，我们把它给关闭，就是不让它阻止。这时候我们再去尝试一下，现在呢它就可以正常的去上色了。我们也可以拿一些自己的图片，我这里又给他一个新的难题，把人物的头发变成拖把，他似乎理解成了拖把头，头发把它变成绿色，并且戴上礼帽。奥特曼真正的让我们感到了陌生。这里我让他把衣服变成蝙蝠侠的衣服，并且是全身像，场景呢变成黑色，画面变成9:16。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提了很多个要求，你看他能不能完成。保留了打电话的动作，穿上了蝙蝠侠的衣服，还保留了奥特曼这性感的胡茬。这个图片呢是去年我让格奥克创建的，本来打算用作视频封面，但是后来觉得它太丑了，所以就没有用。那现在我让他把胸口的 OpenAI 图标变成老狗。现在我们尝试让他更改一下人物的动作，比如说让他举手挥一挥，或者转一下头。我让他把这个图片逐步分解成线稿，每一步都绘这张图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直接转成了线稿，然后向下走，这个 OpenAI 图标慢慢的已经转成了 Google 的图。哇，这个胸肌真的很。我们再给它一点难度，让人物拿着这个帽子。好，它生成完毕了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有这个帽子，可能是因为我们上下文太长了，或者它自己生成已经麻了。我们新开一个对话来试一试。首先贴一个帽子，然后再贴一张人物图，让人物拿着这个帽子向我展示。衣服呢是没有变的，但是它这个面部扭到一边了。这里我重新更改一下，让它生成正脸。好，可以看到奥特曼拿了一个巨大的帽子，这个帽子呢就是我们发他的这个透视关系呢做的也不错。我让他以这个帽子和人物为主编一个故事，然后为故事的每一段都生成一张图片，其实就相当于让它生成一个画册嘛，或者是一个故事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初见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年轻的律师亚历克斯刚结束了一场重要的庭审。哇，他真的好开心啊，他拿了2顶。古董店老板是一个慈祥的老人，他微笑着向他展示这个帽子的来历。亚历克斯破解了部分线索，他相信地图上指向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，他不知道前方在等待他的是什么，但是他心中充满了期待。坦白说，我不是特别喜欢，
因为它还是有一点幻觉，它没有完全的捕捉到奥特曼英俊的面庞。那我作为一个10年老粉，我这一点是忍不了的。我们家哥哥真的很优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试一个具体的例子，把人物粘贴进去，然后再复制一个可乐的图片，粘贴，把人物手里的饮料变成图片里的。最终呢，他给出了一个这样的图片，可能是我描述的问题。我这块呢重新更改了一下，让他把人物手中的饮料换成第2张图片里的，看他怎么理解。好的，再次失败。我们看到这一次又拒绝生成了，尽管我们已经把这些关了，它还是失败了。我们先不用管，复制一下这行字，然后重新发送一下。Holy shit，真的是很难崩啊！这一次我换一个用法，我问他人物手里拿了什么。根据图像，人物手里拿了一根香烟和一瓶饮料。我让他把人物手中的饮料换成这样的可口可乐，看这一次他怎么来实现。他把2张图片融合之后呢，变成这样。我让他把饮料换成这个，看他怎么做。这次我直接让他把饮料抠出来，然后可以看到手里已经没有拿东西了。这里我说让他手里拿着这个可乐，然后看一下，他把可乐拿在了右手里，右手里还有烟呢，所以这个就很奇怪，而且画质也下降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。如果你用它来修图的话，你最好保证你一次完成，因为当你次数过多之后，它是通过上一张来决定下一张。就比如说我们的原图，它是这样的，手里拿了一个饮料，然后我让它去掉之后，它其实就已经有一点糊了。那第3张再让它生成的时候，它不是按照我们原图再去生成了，它是按照这个抠图之后的再去生成。而这张图的质量本来就已经很差了，你再去让它生成，那不是变得更差了吗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那种发绿的表情包，反复压缩，一直压，一直压，一直压，它会慢慢变绿。当然我没有兴趣给大家尝试这个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自己下去尝试。如果有朋友说，哎，UP主你就给大家试试嘛，你试试呗，我们不想浪费时间，你当 UP主呢，你给大家试一试呗。那么对此我想回复的是，你他妈真。由于这个角色一致性提升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它参考一些我们自己的形象来做一些表情包。我这里呢就以身犯险，用一张前2天拍的丑照，然后前2天没有用上，这里直接截图，为我生成一组动漫形象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又失败了，就是因为识别到了我的人脸，它不让我人脸出来。所以我要强调一下，这是我个人的真实的照片。它好像把我这个毛衣上面这个理解成了条纹。我让它生成不同表情、不同情绪和动作。我们来看看它的生成，这样的。第2个是惊讶，第3个是生气不开心，啊，失败了。你他妈的真难受死我了，这他妈能用吗？这个理由呢？理由，给我理由。我这里呢就开了一个新的聊天，让他参考这个风格，设计一组不同情绪的表情包。他直接只给了1张，这个不是我想要的，而且背景是黑的。然后向下滑，我说保持面部一致性，开始每个情绪生成1张，加上身体动作，然后它生成了这样的。你妈！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他们这个审查逻辑是什么样的。我生成一个儿童简笔画生成不出来，然后这玩意儿你嘎嘎生。最后呢，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，来结束本期视频。我个人感觉这个工具是挺好玩的，但它的成功概率实在太低了，而且审查真的很迷。我昨天晚上让它生成那个恐怖鬼故事图像，我以为它不能成功生成，结果它可以，而且生成东西真给我吓了一跳，散值狂掉，那个眼睛，那个面部，我的妈！但考虑到他们目前还是这个贝塔版，还是在测试，所以呢我就多给他们一点包容，希望他们牢记初心，不忘使命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积跬步至千里。当然我今天出这个视频并不是为了采花他们，而是我看了一些大 V 他们发的东西，哇，都非常好，但我实际体验下来不是那么回事，它现在可用性非常低啊，经常的失败。还有人说可以替代 PS， 你给我滚蛋吧！我他妈从14年开始学的 PS， 你给我说它现在可以替代 PS，你滚球吧你！你懂什么叫 PS 吗你？你知道 PS 的全拼吗你？你还给他替代 PS？我突然想到，可能真的会有同行看我这个视频，所以斯密马森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是开玩笑的，我对各位呢也是纯恶意我不是针对谁，我只是说在座的各位啊都是我的老师。好了，我们玩归玩，闹归闹啊，不能拿3连开玩笑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务必给一个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那祝各位玩得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